在便利商店打工，受到那个店长的性骚扰，把手伸进我的口袋的时候，我整个就是爆发崩溃。那时候也蛮想要死掉的。那一张画是一个人，他好像有穿衣服，又好像没有穿，然后趴在地上，像口香糖一样粘着在地上。那一张图也表示，就算我有穿着衣物，我还是觉得我很像裸体的。很赤裸，别人可以看穿我。这个照片是在花莲太鲁阁，那时候是我第一年来台湾。这个照片很重要，因为现在我已经在台湾6年，所以这个照片让我想起来我刚到台湾的时候，到现在很多故事，还有很开心的记录。这张是我2019年非洲做志工的照片，那个是比较小的妹妹，她自己很小，然后还要再照顾一个更小的小孩。然后我有去跟其他比较大的女孩就是讲话，就说问他们喜不喜欢上学，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喜欢。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们就说 ，Cause we want to be like you, be in college。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这样一个在台湾很普通的大学生，到那边可以给他们什么样小小的希望。第一次做出人生第一颗酸种乡村面包的照片。酸种面包就是一个我一直很想尝试的品项，前阵子就终于下定决心，有买了一些器具，然后真的在家里第一次做就做出成功的酸种面包，所以就觉得很开心。我要分享的是一张玫瑰花的照片。我跟一个导演合作，然后我们去演出，就是表演者就有得到了一些比较没那么舒服的对待嘛。然后隔天的时候，他就准备了一人1朵玫瑰花，然后送给我们。他就说他很抱歉，就是看到你们受到这样子不公平的对待，希望可以把他的温暖送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继续好好演出。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如果自己也是导演的角色的时候，我也想这样做。This picture is all about part of falling in love with my wife and falling in love with Taiwan itself. So I met my wife in England and we spoke, and then we saw each other a few times, and then she was coming back to Taiwan. At the time, I didn't really know much about Taiwan. Whilst I was researching about Taiwan, I noticed a place called Jiufen, and it looks like it has the history, so it's like a historical place. So we went there and enjoyed the scenery, and the little streets and the tea. And I took some photos. It was very beautiful. You know, it was part of, when I first came to Taiwan, it was part of me falling in love with A, my wife, and B, with Taiwan itself, because it's such a great country. 我是北漂上来找工作，然后台北没有家人。回去的时候看到室友的朋友，就是会说姐姐你回来了，就会拥抱啊，然后抱大腿，然后就拉我进去陪他玩啊，就觉得很开心。这张是2017年的时候，然后就是跟家人一起去夏威夷玩，然后在海上漂浮的一张照片。大学念完大一之后，我就觉得太痛苦了，所以后来我就有休学。那其实，在念大学的时候跟休学的那段过程中，一直在怀疑，就是为什么要活着？我自己觉得应该有忧郁症嘛，就是都觉得有一阵子都很低潮。然后考转学考的时候，也都觉得都好像只有我自己的时间被暂停，但是其他周边的人的生活都还在前进，就是都一直在处于一个很低潮的状态。下半年的时候，就是考完转学考，那感觉一切事情也都告一段落。那在等放榜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家人就一起去夏威夷玩，在游泳圈里面，然后就在海上这样跟着浪飘。那时候就是烦恼都没了。那时候就告诉自己，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情，然后有多痛苦，都要记得一定会好起来的。希望自己就是都一直有勇气可以继续活着，就是都不要觉得说好像活着没意义啊。就算再难过，就是一定要回想当时的情境，然后就让自己放松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也把这张照片就设成就是我的那个社群网络的一个头贴，就是每次有什么压力的时候，就会提醒自己这样。这张照片大概是凌晨2、3点多的信义成品。我们有一群实习生好朋友，大概从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大概6、7月的时候就认识。但是后来因为这个实习计划在意料之外，必须提前结束，所以我们就计划说有一天晚上玩一个 bar hopping 的游戏。我们从新义安和这样子一路 bar hopping， 然后就一边聊天一边
就是很嗨很好玩。到了凌晨2、3点的时候，我们就先去信义诚品。那个晚上就是很神奇，就也很好玩，因为就是短暂认识不久，但是大家感情都很好，然后玩在一起，然后就也舍不得要分开。几年前，然后就是去伦敦念书，那边的课业压力非常的大，然后我也发现就是交朋友方式可能跟在台湾就是文化上可能有点不一样。有一天我就发现窗外就有这只鸟，它就是一直停在我的窗台上面，然后就是会一直看。就是看我啊，或是就是看着我里面，然后会跟我互动。圣经里有一句话，就是你看天上的鸟，就是它没有工作啊，然后但是我也养活它们，那何况是你？然后就是你不要再担心了，这样子。那一张画是一个人，他好像有穿衣服，又好像没有穿，然后趴在地上，像口香糖一样。粘着在地上。前年那时候在便利商店打工，里面的员工都是女性，然后我们都就是一起被受到那个店长的性骚扰。有一次，在他把手伸进我的口袋的时候，我整个就是爆发崩溃这样。那时候也蛮想要死掉的。那一天晚上因为很受不了，所以立刻去报警。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后来选择休学，然后途中也有开始画画，就画了刚刚那一张画。我会觉得时刻。就算我有穿着衣物，我还是觉得我很像裸体的，很赤裸，别人可以看穿我。那一张图也表示，我只想要静静的趴着，然后不跟所有人接触的那种感觉。我最喜欢这张照片，就是我去美国玩的时候拍下这张照片。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喜欢穿内衣的女生，但是碍于台湾文化，然后而且我也不喜欢被注视的感觉，所以我就是外出都一定要穿内衣，就连我去楼下倒个垃圾，我都一定也还是要穿着内衣。在台湾文化的关系，你不穿内衣走在路上这件事情是比较有可能会被大家闲言闲语的，或者甚至有人会道德绑架你，或是情绪勒索你，就觉得你这样拍垮。而且可能也会有人会觉得说，你穿这么裸露就是会被性骚扰，或者是你真的不幸被性骚扰，他们甚至会怪你说，谁叫你要穿这样？可是我就觉得，这是我的身体耶，就是我有我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吧。而且这是我的审美观啊，我自己的审美观，我觉得我这样穿很漂亮啊，我也没有危害到谁的权益，也没有违反善良风俗。在西方文化在这方面的思想就是比较开放一点，他们根本不 care 你就是有没有穿内衣走在路上，或者是你鸡突走在路上，他们根本就也不管。所以我去美国17天，我大概有10天，就是我都是处于没有穿内衣的状态。其他时间我穿内衣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会害怕别人看我，而是因为我觉得那些衣服就是要穿着内衣才会好看，所以我才会穿内衣。不然的话我才不想穿内衣。其实我只是想要表达，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不要只是因为他不符合你的期待，然后你就只是一昧的去批评。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只有想法不同，没有对错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再多多尊重他人，少一点批评。Love and peace。